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那么今天这个小视频跟大家分享怎么样给2014年的 Honda Pilot 换波箱油，Transmission Fluid。这个之前呢，我做过2期视频，怎么样给这个车子换机油。其实呢，这个原理呢是差不多的，就把老的油呢给它放出来，然后把新的油给它加进去就可以了。这个 Transmission Fluid 呢，实际上它换的频率呢要远远不如这个 Engine Oil。这个 Engine Oil 呢，它基本上1万公里要换一次，而这种 Transmission Fluid， 尤其是如果是新车的话呢，虽然有一些 manual 上讲你3万公里要换一次，其实没必要换那么勤。第一次换这个波箱油呢，可以8万到10万公里都是可以的。那么我这个车呢，大概开了8万多公里，还是第一次换这个波箱油。其实呢，使用起来呢，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波箱的运作呢还是很平顺的，只不过呢，这个我经常拖车，所以说这个波箱呢可能工作的比较辛苦，所以我就稍微提前一点就把它换一下。另外还要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波箱油呢，实际上你一次是换不完的，你能换个1半就不错了。但是呢也没有关系，旧的油放出来，然后把新的油加进去呢，实际上整体上呢也会提高这个波箱油的质量。那么第一次换完以后呢，你过个3、5万公里，那么再像今天这样换一次，那么这样呢就可以不断的让这个波箱油呢处在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状态。那么换之前呢，先给大家展示一下需要用到的东西。那么这个接油盘，然后呢，这里呢是一个 wrench 加上一个 extension， 这个是很长的，因为加这个波箱油的地方呢还是有点 tricky 的。那么你需要找到这个地方，然后呢，因为那个地方比较下面，所以你需要一个，这个呢大概有20英寸那么长，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这个连杆才能够得到它。还有一个呢是这个8/3英寸的这个头，这个呢是用来打开这个波箱油的那个出口。这个是那个 Honda 的原厂的这个波箱油。这个东西呢一般4瓶应该够了。我买了5瓶，因为后来我发现有1瓶呢实际上从 dealer 那买过来有点漏了，所以我就多买了一点。这个呢是一个空瓶子，空瓶子呢就是老的油把它换出来以后呢，可能会用这个空瓶子给它倒进去，给它 measure 一下，看看有多少，根据这个的指标呢，然后加新的油。好，下面呢就可以开始。那么在开始这项工作之前呢，需要找到3个出口，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第一个地方呢，需要找到的就是波箱油的入口。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螺丝，这个大螺栓，它就是加波箱油的这个入口。然后呢，需要用我刚才展示给大家的那个扳手把它取下来。这个呢，据说是非常紧的，所以我专门买了一个 heavy duty 的一个2/1英寸的这个扳手，所以呢，这个需要用点力气。然后第二个要注意的呢是，好，这个位置，波箱油的机油尺的位置，这个是你加完油以后呢，可能要用它来检测一下，看你加的那个量对不对。好，那么第3个要找到的位置呢是叫做 drain plug， 就是把波箱油放出来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方头的这个螺栓，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把它打开以后呢，这个老的波箱油就会从这里流出来。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准备开始换油。好，第一件事情我要做的呢是把这个field plug 的这个螺栓把它打开。有的人呢先把那个 drain 的那个螺栓打开，这样做有一个风险，就是如果你把那个打开漏完以后，发现你打不开这个东西，把它这个螺栓 stuck 了，那么就很麻烦了，因为你加不进新的油了，所以这样就挺麻烦。所以第一步呢，还是要把这个进口的这个 plug 打开，这样确定呢你是可以加进新的机油的。好，我们来试一下。
好，这样呢，这个螺栓就到位了。然后呢，逆时针方向去转动它。这个呢需要用一点力气。好，只要一松呢就可以了。好，这个拿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把它掉下来。好，就这个东西。这里呢有一个 washer， 这个 washer 呢，有的说法呢是每次要换，其实这个问题不大，因为它这个有重力，它油是在下面，所以不会漏的。好，放在一个位置。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加薄香油的地方。好，下一步呢，在你打开车底的油封之前呢，要试一下你这个漏斗呢足够长，这个至少要有1尺那么长，才有可能够到那个加油的那个口。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呢，一定要先去买到，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你没法加这个油。我试一下。刚刚好，刚刚好是够的。好，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漏斗呢，刚刚好能够接触到那个加油的口，所以没问题。啊，这个呢，跟大家说一个小 trick， 这个上面已经写了叫 ATF， 这个就肯定是加波箱油的地方，因为这里面螺丝挺多的，所以拆的时候呢，注意不要搞错了。好，下面呢，我就准备打开下面这个出口的螺丝，然后呢，把这个老的油呢，把它放出来。也是逆时针方向。好，松一下就可以，用手。好，让它完全露出来。然后这个呢，实际上是一块磁铁，把这里面铁的东西呢，把它吸到这个位置，所以把这个东西清理干净。这个还是挺脏的，看很多这个磨损的这个东西，看到没有？把这个清理干净。实际上是一些金属的一个碎末。好了，现在漏的差不多了，那么我把这个
机油盘呢，把它拿出来，然后放另外一个，再接一下，然后让它继续滴一滴。好，这是换下来的油，还是有点脏的。然后呢，现在我就把它倒进这个桶里，我看一下大概有多少。然后呢，大概就知道加几桶那个新的机油。这个油呢要 recycling 的，要拿到专门的地方。好的，这个呢就是换出来的脏的波箱油，这里有刻度，1升1个 quart， 2升2个 quart， 3升3个 quart， 不到4升，大概3点，因为这个是1升，大概3.6左右吧。然后，不到4个 quart， 所以我这边有5个 quart， 所以应该是足够的。好的，我先把这个 plug 把它重新塞上。好了，把它擦干净一下。好的，然后把这个新的波箱油把它加进去就可以了。这波箱油呢，现在有2种，一种叫 ATF， 就是自动波的，还有一种叫 CVT 的。这2种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买的时候一定不要搞错了，一定要先搞清楚你车子的这个波箱是哪一种，是这种 automatic transmission 还是那种 CVT， 这2种油是不一样的。好，这一步呢，就是我把这个车停到比较平的位置，因为车道上呢总是有点角度的，所以尽量选一个比较平的位置，然后把发动机打开，然后呢，这个漏斗呢我还放这儿，因为有可能不够，可以再加一点。哦，对，现在我就测一下这个机油尺，首先把它擦干净，然后把它插进去。这里面挺热的，所以小心一点。好，可以看到这个 hot， 最起码要到这2个孔之间，所以现在最起码 meet 下面的这个孔，再加一点应该也可以。再试一下。
现在呢可以看到，基本上快到这个上限了，所以现在应该就可以。再试一下。好，最后呢，用这个把它上挤。反了，这样。好，上不动以后呢，再用这个扳手顺时针。好了，差不多，不用太紧。好的，这一期的小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然后这个步箱油就算换完了。这个第一次换完以后呢，以后每隔大概5万公里可以再这样做一次。这样呢，你的波箱呢就会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如果您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或者还没有订阅，请不要忘记点击红色的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好，谢谢您的收看，那么我们下次再见。